歼16D 进入实战化训练，与歼20强强联手，干扰猎杀双重 buff 加持下，可以完美克制隐形战斗机的威胁。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歼16D 咆哮狼电子干扰战机投入实战化训练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歼16D 的成功服役，标志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服役自主研发的先进电子干扰战机的国家。要知道，电子战机的研制和生产必须得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科研实力。目前世界上只有9个国家能够研发电子作战飞机，但是能够研发更加先进电子战机的国家只有中美2国。电子战一般可以搭载在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等载体上。现在中美先进的电子战设备载体都在战斗机上安装，如 EA-18G 和歼16D。电子干扰战机具有电子情报的收听、检测、定位、干扰、反电子战等重要的作战功能，尤其是针对敌方的信息化部队具有良好的打击效果。专家认为，歼16D可以与空军最强利剑歼20双雄组合强强联手，两种战机进行伴随作战，这将大幅度提升对于敌方隐形战机的空中优势。歼20大家都知道是我国空军目前唯一现役的5代重型战斗机，具有强大的对空能力，火控雷达武器方面对于美国的主力战机 F-35都是领先的。歼20装备的大孔径有源相控阵雷达，根据大型分析推断，足足有2000余个 TR 组件，雷达性能完全可以与美国 F-22战机装备的 APG-77 雷达相抗衡，更不要提美国 F-35战机的 APG-81 雷达了。歼20采用的霹雳15空空导弹射程超过200千米，具有远程猎杀敌方大型飞机的能力。从空战的性能而言，歼20对于美国的 F-35战机拥有部分优势。而歼16D 电子干扰战机虽说不是隐形战斗机，但是其搭载的类似 EA-18G 装备的 APG-79 的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能力，那可是名列前茅的。机翼翼间安装4个刀状定位天线，可以定位隐形战机雷达的发射源。机腹可以安装4个各种类型的电子干扰吊舱，如电子干扰吊舱的不同频段型号吊舱，或是光电干扰吊舱等。这些吊舱具有超强的干扰能力，可以针对敌方的军舰、战机的探测系统进行干扰，使其难以探测目标。另外，歼16D 的翼间刀状天线则可以对敌方雷达发出的信号进行捕获和定位，并且可以挂在 PL-15空空导弹或是 YG-91 等其他反辐射导弹，在上百千米之外对其进行精确的反制打击。歼16与歼20联合，可以形成猎杀干扰的双重 buff 加成，相结合一定是1+1大于2的收益，尤其是针对美国的隐形战机 F-35。当前情况下，美国针对中国部署的 F-35系列战机总数达到了数百架之多，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F-35战机都是歼20战机的最佳假想敌。如果 F-35面对由歼16D与歼20的空中组合，那么恐怕会被歼20远程狙杀。进行空战时，歼16D战机可以打开自身的远程电子干扰吊舱和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对空中的 F-35战机进行电子干扰任务和侦测任务。歼20则全程关闭机载雷达，以免被 F-35发现雷达信号。歼20打开 ETOS 搜索即可。这种设备 F-35也有，就是使用红外信号探测的方式搜索敌方的战机行踪。因此，隐形战机对于此设备是不能像吸收雷达波那样保持隐形功能的，但是其探测距离没有雷达远，基本上为1000千米以内。F-35的探测手段只有机载雷达和 ETOS 系统2种，但是这2种探测手段都会因为被歼16D的电子光电干扰吊舱干扰，导致探测系统出现异常，如定位信号不准确、目标参数错误等。这个时候 F-35虽然可以知道歼16D的大致方向，不过为了避免发射的空空导弹的弹载雷达在远距离上被歼16D的电子吊舱干扰，导致偏离目标， F-35就不得不逼近探测目标，以确保探测设备对于目标的绝对定位，以发射空空导弹进行打击。但是因为 F-35距离歼16D越来越近，那么其隐身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因为隐身机距离越近，越容易被机载探测系统所发现。此时在队伍中一直关闭雷达而开启 ETOS 静默搜索的歼20战机，则可以发现 F-35战机。F-35战机被歼 16D 战机干扰，不光是探测系统、数据链等通讯系统一样被歼 16D 干扰。因此 F-35正处于小龙虾的状态，事态感知基本上被剥夺，因此处于我明敌暗的被动状态。这时候歼20就可以锁定 F-35，并且发射空空导弹予以击落，一套组合拳干净利落地干掉 F-35，而遭受魔法打击 F-35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就惨遭歼20击落。由此可见电子干扰战机对于我军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战场上，歼 16D 与歼20的黄金组合，我们一定能够见到。